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猪分享。今天又是一期应观众要求而测的节目，答应过大家要测评的球鞋可能会迟到，但是绝对不会缺席。大家如果有想看的球鞋，可以继续在评论区中提出，呼声比较高的我都会给大家专门出一期测评。那今天的主角就是国桥的风刺 Rise 2。从开头的基础信息数据的视频里面不难看出，这双鞋在账面上能做的基本上都做到了，就像是把透气、抓地、稳定等等填空题都一一填进了正确的答案，注定它会是一双合格的产品。所以我今天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它适合和不适合的人群。网上有很多人会拿它去对比伽马，先不说性能上有没有很大的差距，就我体验过后，这两双鞋除了轻质这个特点上，其实并没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这种用别家热门鞋款伽马的性能来铆定自己的宣传方式，确实是非常聪明的。就像手机的厂商都会对标 iPhone， 但同时还比你便宜，一旦绑定之后呢，就已经成功了。伽马其实我也入手了，没有第一时间测呢，是因为之前都溢价，就不太想测一些大家连原价都买不到的实战鞋，这样不管鞋是好还是不好都没有什么意义。不过现在也慢慢可以原价购入了，如果大家想看这双鞋的话，就把想看打在公屏上。那回到这双风刺2身上，首先基本功都非常在线 ，TPU 纱线编织的鞋面和轻薄的网布鞋舌带来了 T1 级别的透气表现，透气性非常出色。同样 T1 级别的还有重量，单只43码仅有311克，穿上运动过程中都是近乎无感的。鞋面鞋底重量也做得比较均衡，然后外底的 QASU 外底橡胶表现也是同样出色。纹路的设计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波浪纹路，实际上呢也是以人字纹为基础。材质和纹路的搭配下呢，抓地力目前各种室外场地都没有出现打滑的现象，抓地力非常可靠。但是它呢就并没有橡胶摩擦地面的那种吱吱声。耐磨方面呢，也是一个及格以上的水平。从磨损程度来看呢，前掌黑色橡胶会比后掌白色橡胶更耐磨一些，而硬度数值的显示也是如此。前掌的硬度数值基本跟李宁的 Top RB 差不多，但是为了控制重量，外底的纹路比较浅和稀疏，自然耐磨的血槽就比较短了。但内侧比较容易磨损的部位呢，还是给纹路特别的加密了一下，这点还是比较贴心的。然后稳定性是十分出色的，主要因为全掌约2/3都是碳板覆盖的原因，丝毫没有拧麻花现象出现，各种落地也是迅速回正，包括侧向支撑也是。虽然是为了减重呢，鞋身并没有太多额外的包边加固，除了前掌外侧的外底橡胶上包和鞋面的热塑加固之外，但其实也完全够用，根本不用太多的加固，这样也能让碳板去发挥作用，同时不会刚性过剩。因为碳板加上低重心已经很好的处理了整双鞋的稳定性，更何况它还有比较宽的前掌宽度。同时碳板在中段内外侧的延伸给到了两侧强有力的支撑和很好的平衡，特别是外侧还有较大面积的向上覆盖，这种由碳板的强度产生的平衡呢，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而在某一侧产生明显的塌陷。碳板的质感也是不错的，表面非常光滑，也是加了一层透明的塑料涂层，碳纤的纹理也非常清晰，碳板这一点上还是下足了本钱的。足弓部分的支撑感很强烈，我觉得都可以当成是低足弓扁平足的矫正鞋来用。我本身也是正常偏低的足弓，我觉得是有点顶，但不是那种很激进的凸起，而是那种坡度较缓的隆起，就还可以接受。其实低足弓扁平足呢，内侧是更需要支撑来防止内侧塌陷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低足弓的用户可能就需要一点时间来逐步磨合。中底材料使用的是上层的功夫 Pro 和下层的功夫 Lite， 功夫 Lite 应该就是更轻质版本的功夫 Pro， 因为下层的功夫 Lite 到前掌的部分就截止了，两者的叠加主要是在后跟的部分，整个后跟的回弹还是很明显的，缓震极限也足够高，后跟这个突出的造型还有点 Cybertruck 的味道。前掌就非常薄，脚感上会偏硬，经常跟伽马拿来对比，那前掌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伽马的碳硼一体呢是内置碳板，而风刺的前掌的碳板是靠外的，因为只隔着一层外底橡胶，直接触地啪的那一下的脚感和地面的互动是没有伽马那么自然流畅的。因为要避免板脚，鞋头也是做了很夸张的上翘，前掌一下压，后跟就已经翘起，同时前掌足够薄，直线启动确实非常干脆利落。但是如果没有穿惯这种像碳板跑鞋设计的球鞋呢，估计出上脚就会有点不适应。虽然也是带来了很好的滚动感，但是我觉得是比较被动和刻意的滚动感，就没有那种适度的上翘加低落差，搭配有动态坡度的底旋设计的球鞋来得更加舒适自然。这是基于我个人穿着习惯的看法。而接下来的这个原因才是它最挑用户的部分。首先碳板很实在，强度也很高，前掌的底旋也很平而且很薄，脚在前掌所能感受到的整个底旋基本就是所翘即所得。这个翘度对我而言呢，有点过于激进了。如果不是后跟抬起纯前掌落地，而是全掌落地的话，脚趾部分是碰不到地面的。
这个时候大脚趾发力下压的过程中，跟碳板的对抗会有点消耗，脚趾部分一直反向弓着，脚背会比较紧张。刚开始穿没有适应，我整个脚背隔天也是有点酸的，就一直一块硬质的碳板把你的脚趾抬起来，一直没有放松过。而篮球不只是只有后跟过度前掌的直线冲刺，很多脚步，比如左右的边向、后撤、侧撤步等等，蹬地时是全掌触地的，脚趾同时参与发力。那这时脚趾就会有一种悬空的感觉，没有办法充分参与发力。即使前掌很薄，脚趾部分也不能很好的感知场地。而我个人的穿着习惯呢，是比较喜欢脚趾能尽量感知地面，这是我心目中场地感好的标准。就算你的力量和体重能把它踩扁，那也是一种无意义的额外消耗。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它很挑用户的原因。如果是全掌打的比较多，那种直线爆发跑起来的打法，会相对节奏型的打法而言，我觉得会更适合，因为它更适合向前的运动。最后还想说一下2点不足，一个就是鞋舌很薄，没有可以固定鞋舌的设计，鞋舌在运动过程中呢有严重的跑偏。然后就是发货没有加固鞋盒，毕竟也是自家的旗舰款球鞋了，结果发过来呢鞋盒已经烂了。如果只是拿来穿我就算了，但是因为要拍视频，我希望能了解它的所有细节，所以我就换了一双。不过官方店铺客服的态度非常好，处理也非常及时。现在没有加固鞋盒发货的已经很少了，希望后续能考虑加上。作为消费者视角的测评，我觉得购物体验、售后服务等等也是需要去监督的，毕竟这也是对消费者很重要的部分。最后鞋楦的话，这次宽脚是非常适合的，我微宽脚型呢完全不会感到有压迫感，内侧大拇指位置也留有充足的空间，完全不会有母外翻的现象。但是高脚背就不太适合了，前掌脚背位置呢压的还是有点低的，尺码按照正常尺码购买就行，码数非常正。这其实是我第一次购入国桥的球鞋。国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称呼，其实我每次读它出来的时候呢，都会有点别扭。特别是我家人看到我这双鞋，然后问我这个 logo 是什么牌子的时候，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也没有说这是乔丹，因为他们肯定会混淆，以为是美乔。我成替身了。所以我只能给他们发那个经典的乒乓球拍的视频。是的，就是国桥说 logo 上的男人拿的是乒乓球拍的视频。但是我搜了一下，乔丹官方旗舰店甚至没有卖任何乒乓球相关的产品。当然，这事件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最终国桥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logo 和品牌名称。站在国桥的角度呢，我觉得算是打了一场漂亮仗。但是反过来，如果是外国品牌搞了一个俚语，我们又会如何评价呢？我觉得务实的消费观没有错，产品好我们就支持也无可厚非。但是非对错呢，我们心里面还是应该有一把尺。我记得小时候在我生活的小镇里面呢，最有名气的品牌就是鸿星尔克。上小学和初中呢，只能每年春节的时候才能去买一双鸿星尔克的篮球鞋，当时就已经高兴坏了。平时都是穿回力或者一些杂牌的球鞋打球，后来才开了一家国桥的门店，当时觉得非常高大上。整个学校呢，我只看到过一个同学穿过，而且当时也真的以为是和美乔有某种合作的关系。就08年左右吧，我在广州北京路的步行街好像还看到过国桥门店门口有一个电视屏幕，放着乔丹的集锦。早年间的这些操作呢，也确实占了不少麦克乔丹的便宜。但是我相信对于现在的国桥而言呢，也有很多的无奈在里面。过去的台阶变成了现在的牢笼，即使想摆脱，也是牵一发动全身，没有那么容易改变。我看了官方旗舰店铺详情页下面写了这么一行字：与美国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无关。我相信应该没有任何人希望一直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所以祝愿国桥最终能找到一个好的办法，毕竟产品已经支棱起来了，可以不用再做别人的影子，做自己，消费者也一样会买单。而且我觉得对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还有在消费者心目中认可度的提高，也都会有帮助的。最后做下总结，4开出头的价格，这么轻的重量，肯定没办法堆太多料，做工质感我觉得算是不错了。因为轻质的鞋一般没办法做太好的质感，就连这双4位数的伽马也不例外。稳定性拉满，对投手3D 打法的朋友也很友好，且适合直线启动奔跑型打法。总的来说，适合轻体重、速度型威少打法的朋友，记住是轻体重威少打法的朋友。这个形容我觉得是可以很具体代表这双鞋适合的人群。希望我的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可以给我点个关注或者3连，即使一个小小的赞，也是对我非常大的鼓励。最后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